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老留四物，子孙才会富。具体是哪4种东西？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会面临种种挑战与困难。在这漫长的旅程中，养儿育女可谓是许多人的重心和心头之事。自古以来，中国文化中就深植养儿防老的观念。但换个角度思考，每位家长都在为子女默默的付出，用尽自己的生命之火，为他们温暖与点亮前路。在这个庞大的世界中，真心为你祝福，希望你过得好的人不多。但毫无疑问，父母是最为关心你的存在。尽管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努力，但父母的影响和指导却对子女的未来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传统文化中，人到晚年常常思考为子孙留下什么。有人选择财富，有人选择资产。但是晚清的名臣林则徐曾经说过，如果子孙不及我，那么留下的财富将变得毫无意义；如果子孙超越我，那么他们更不需要这些财富。深入思考，这话颇有道理。如果子孙有能力，他们自然会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。反之，若子孙缺乏能力和意志，那么再多的财富也只会被他们挥霍，甚至可能因此而走向堕落。有句老话说，人老留四物，子孙才会富。真正想要子孙繁荣昌盛，我们应当留给他们4样更有价值的东西。而这4物并非金银财宝，而是家教、知识、人生经验和正确的价值观。这4样宝贝将引导他们走向成功，比任何物质财富都更为宝贵。第1样，留给他们一个好的家教。家教不仅仅是一种教育，更是一种传承。良好的家教往往超越了高等学历带来的荣光，因为在世间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，拥有诸多知识固然重要，但正直的品格和得体的教养更为根本。许多父母为子女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、顶尖的教育资源和优越的工作机会，但却忽略了家教的重要性，未能及时为孩子立下行为规范，传授道德观念。这样的子女，即便未来学历高、职位崇，但可能仍缺乏基本的人伦之道。近期，一个引起众多网友关注的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。一名拥有高学历的女士，驾驶价值不菲的豪车在繁忙街道上逆行，并对劝阻她的好心市民恶言相向。这一行为不仅让人质疑其道德观，更让人思考，若其父母能早些为她塑造良好的家教，此事或许不会发生。人老留四物，子孙才会富。除了家教，为子孙留下的第2样宝贵财富便是良好的生活习惯。有句话说，日积月累的小细节，构筑了人生的大未来。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日常习惯，实际上是构筑命运的基石，塑造个人品质的关键因素。例如，在餐桌上，一个人是否能端稳碗盘，是否能优雅地使用筷子，反映的不仅仅是基本的餐桌礼仪，更体现出他的自制和修养。同样，是否能保持端正的坐姿，站立时的稳重，都在无声地展示着一个人的教养和自信。更进一步，良好的作息习惯，定时读书，锻炼身体，甚至于对待他人的态度和说话的方式，都在塑造和体现一个人的内在品质。因此，
拥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关乎个人的日常行为，更关系到他未来的人生质量和社会地位。而这些深入骨髓的习惯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教育和文化传承。父母是孩子最初的榜样，他们的言传身教将深深地影响孩子的成长。因此，对孩子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尤为关键。他们如同种子，一代代的播撒，生根发芽，为家族的繁荣和延续打下坚实基础。随着岁月流逝，对于儿女和子孙，长辈们希望留下的第三样宝贵财富便是积极正面的人生态度。人生的喜与悲，得与失，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个人的内心态度。悲观者在生活中常常看到阴霾和困境，而乐观者总能在困难中发现机会，用微笑和勇气去对抗逆境。因此，人生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各种情境。一个积极、乐观的态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，更能让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散发出阳光的能量，感染和鼓励周围的人。传递这样的人生态度给下一代，不仅是让他们有能力面对生活的起伏，更是给予他们一种从内而外的力量。这种力量，相较于物质的财富，更为持久、深远。人老留四物，子孙才会富的第四样，留给他们一个健康、和谐、幸福的家庭关系。在中华传统家庭观念中，孝悌乃家道之基石，其中孝涵盖了晚辈对长辈的尊敬与孝顺，而悌则表达了兄弟姐妹之间深沉的情感纽带。儒家思想的领袖孔子对孝悌持有极高的评价，他视其为人之初心，道德的基石，并认为他在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常言道，家和万事兴。若一个人连家庭的纽带都无法维系，失去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与情感支撑，其精神与物质的富足将难以实现。无论是深厚的家教、日臻完善的生活习惯、坚定正面的人生态度，还是温馨和睦的家庭关系，与短暂的物质财富相比，这四大要素乃是对后代真正意义上的宝贵遗产。问心之所念，您是否已为子孙准备好这四样宝藏呢？谢谢大家观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下个影片见。